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知不知道你爹地也很担心你啊？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现在过来找你好不好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？因为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你不需要管那些人说什么，那些人是妒忌你才乱写乱说的，你也是一时大意吗？如果我犯这个错是因为大意的话，我也可以原谅自己。我爹地提醒过我，也阻止过我，但是我都没听。我只信自己，我太自负了。哲南，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？你记不记得啊？我在你车上绑的那条红色丝带啊？我说过，我以后都会支持你，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的。我真的很想见你，我真的很惦记你啊！求求你让我见见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你在哪儿啊？对不起，我想你暂时找不到我了。哲南，你让我见见你吗？你说话呀，你告诉我呀！请问贺先生呢？贺先生他不在这儿，他的船前2天坏了，我帮他开到西贡去修理。他什么时候给你的？前2天，现在修好了，我给他送回游艇会。我在泰国买回来的。喂，喂，哲南，你真的换了电话号码？你怎么有这个电话号码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是不是真的打算一辈子都不跟我们联络了？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觉得我们帮不了你，妨碍你呢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的关心、我们的支持是多余的、没有必要的？我不能再在你面前抬起头做人了，你明白吗？亚腾，对不起。哲南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出来见人呢？我也想，但我真的不知道。在香港真的没人可以帮你，没人可以使你站起来，连我也不行吗？你不同了。总而言之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回来，但一定不是现在。我现在是只丧家犬，一个败家子，一个不知所谓的人。我想我站在你面前，还是你以前认识的那个贺哲南，一个成功、一个有本事的人。总而言之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当我有勇气的时候，我会回来面对所有的事。哲南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看看自己的船。哲南，你记不记得红丝带代表我们2个之间什么？我喜欢一个人，是因为这个人可以给我做人的勇气。我也有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离开你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知道你在青岛呢，不一定能选到一件合心意的婚纱，特地找人给你定做的。我找了全香港最好的婚纱设计师，给你通宵赶出来的。谢谢你啊！其实你特地请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要谢谢小妹呀，
这件婚纱是我跟他一起送给你的。其实你们全部都能来亲自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我想我会比收到这份礼物更开心。他真的是梅尼尔综合症，他不舒服才不能来的。大姐，你告诉我，小妹是不是真的不支持我跟哲南？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虫，我哪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？不过结婚呢，是你跟哲南2个人之间的事，你们2个想在一起，就要有信心在一起，其他的事不用管。我也想，结婚是简简单单2个人的事，但是我知道嫁给贺哲南，这段婚姻就不只是我们2个人的事。无论我多不想，也防止不了外面的人闲言闲语，说我们姐妹俩嫁给他们父子俩。既然你知道要嫁给一个这样的人，以后就会有很多流言蜚语要面对，那你以后就更要学会怎么样才百毒不侵。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啊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想怎么做一个最幸福、最漂亮的新娘，知不知道？快试试这件婚纱，是照你的尺码做的，应该很合身的。哦，你上次结婚呢，我没看见你穿婚纱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弥补。大姐呀，你不要说的好像你嫁女儿一样舍不得啊。对了，我知道呢，我现在不应该提，不过我也是关心我妹夫。杜拜那件事之后，哲南没事吧？他早就把那件事放下了。那就好了。哎，快去试婚纱，不合适还可以找人来改。共同在主的路上携手而行，不分彼此。不到什么资料的话，你不可能这么快从杜拜回来。我在那边找到一个当年有份出赛的船员，我把 Richard Young 的照片给他看了，但是他也不是很肯定。不过我求证了一件事，我记得当年有一艘船出了事，事实上，原来他们的船帆掉下来，砸着 Richard Young 的腿和脚，结果神经线断了，还割出了小脚趾。我们这个 Richard 真的有点问题啊！一个割除了小脚趾的人，不可能像这个 Richard Young 这样走得这么好。你说贺哲南知不知道这件事？我看不一定。他玩船只是这5、6年的事，而那个比赛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。但是他们美誉高呢，现在很认真地跟 Richard 谈生意。只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，可能就是他们知道 Richard Young 是假的，但是继续演戏给我看，引我入局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就是 Richard Young 是真的了，所以他们抓住不放，拼命的拉生意。这么看来，我这次秘密去杜拜也没有。那也不一定。要不要出去洗个澡？问题。哇！
有点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我先出去，柯先生。什么事啊？一会儿呢，你一定不能跟那个 Richard Young 签意向书啊，因为他是假的冒充的，那笔顾问费一到他手呢，他就不会再出现了。是谁跟你说他是冒充的？刚才大姐特地叫我出去跟我说的，她怕你会中计，叫我通知你一声。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我听见了。这样吧，你帮我跟你姐姐说声谢谢。我真的不是开玩笑，这件事是真的。你忘记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博胜突然间放手，什么都不做了？可能在这个期间，他已经查出那个瑞莎央是假的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丫头啊，我觉得你看人看得太简单了。就像上次收购立丰那件事那样，高长胜不是没试过故意演出戏给我看，来分散我的注意力，这次也一样。但是他们有证据了，这个人真的是冒充的，真的是个老千，大姐不会骗我的。你姐姐当然不会骗你，但是不代表高长胜不会骗她。你知道吗？这次高长胜为了骗我们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骗所有的人。至于他停下来不做事的话，不是因为他洞悉先机，而是他根本就知道 Richard Young 不会理他的。除非我们美玉高以为他出老千就自动放弃，那他才有机会。所以，高长胜才是真正的老千。但是你相信我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再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就跟他签约了。等我签完约之后，你今晚陪我庆祝，好吗？